这一个漏电保护器一合就跳，你说是电闸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呢？卫生间的插座都没插电器，那这个不是电器的原因造成了跳闸。打开配电箱盖，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一合闸就跳。拆下零火线，然后再给漏保复位合闸，没问题，电闸是好的。那就看一下线路，像这种用眼看不出来，得用指针万用表来测。测漏电，测零线与地线，表针摆动不多，火线与地线摆动挺多的，应该说是漏电挺严重的。零线很轻，火线严重。用表测出来漏电是真漏电吗？这个还要确定一下。找到这一路线的地线，零火线和地线，这是3根线。我为啥要找这个地线呢？我要拆掉这路线的地线。都测出漏电了，你为什么要拆这个地线呢？接着看，我要测这个地线与地线之间摆动不多，测零线与大地地线，火线与大地地线，然后我再这样测，摆动挺厉害的，看懂了吗？这一块我现在测的是管里的这3根线之间，火线与地线摆动很严重，但是火线与主地排之间也是漏电的，但是比刚才轻，这个是我没想到的。都是地线，为什么测的都不一样呢？线管里那个地线和这个地是不一样的。管里的这3根线对地线都有漏电，但是不严重。我在测管里这3根线，火线与地线，正常情况表针是不动的，它这个摆动很严重，有问题。这样问题就确定了。去卫生间，卫生间有4个插座，从配电箱过来的线，这个应该是第一个插座。打开这个插座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接线头，有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原装线头，线路没改过。用电笔测量都没有电。在这里用万用表测一下火线与地线，漏电很严重。把插座拆下来，它这火线有个接头，把这个接头打开，焊锡焊的直接掐断，把接头掐断。测量一下这2根线哪一根线对地线漏电，这一路表针没摆，断开的另外一路对地线看一下，表针这一路漏电严重，就是这一路线的问题。好了，确定了这根线漏电，那就看一下这一根红线是从配电箱过来的，还是往下个插座走的。怎么来确定呢？那就去配电箱测量一下，直接测量管里这3根线，火线与地线。表针没动。这个红线和这个地线呢，表针还是没动。这样这个电路就确定了，从配电箱到那个插座之间的线路没问题。这块主线没问题，这我就放心了。那接下来就顺着这个红线往下找。那下一个插座，接的下一个插座是上面这个插座呢，还是在它旁边有一个插座，是这个呢？这个插座下边还有一个插座，是这个，是一共4个插座。那就先打开这一个插座吧。那就打开这个插座，一看原装的线头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与检修上一个插座同样的方法，先把线头拆掉。拆掉插座以后，还是先测量火线与这个地线之间，再确定一下是不是漏电的，是漏电的。同样是剪断红线的接线线头，把它前后2路分开，分别测量剪断的这2根线与地线，看表针摆动，这个没摆，看这个红线与地线。这个是漏电的，
那这个线是上一路过来的线，还是往下个插座走的线呢？那就往上一个插座测量一下，刚才测的这一个插座漏电的这路线与地线，看看还漏不漏电。哎，好了，也就是说这两个插座之间的线路是没问题的，都是好的。这根线现在是漏电的，它有可能是到这个插座的。测一下这个插座的火线与地线，就是红线与地线之间，这个表针是摆动的。从这个插座这测量是漏电的。打开，插座很多年了，房主也准备这2天重新换插座，也早该换了，都不行了。看一下里边3根线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插座。这个火线，自己掉出来了，正好，那就测量一下这个火线与地线。看一下火线与地线之间，看表针，摆动1点，怎么可能呢？刚才在插座上测的是摆动很严重，现在只摆动1点。为什么拆下插座以后它摆动就小了呢？是插座里面的问题吗？测一下插座，火插与地插，表针没摆，很奇怪啊！拆下插座它就不摆了。看里边能不能发现问题？我是发现了问题，这个线不行了，你看这线不行了，很明显这个位置，你看火线都成什么样了？电线的绝缘皮已经不行了，就是已经不绝缘了。你看这个红线这个样，还有这一块这个地线，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。虽然同时没碰在一起，但是已经不绝缘了。我在想这一块有问题，管里的线是不是也有问题呢？再测火线与地线，还是有问题。要么这个插座不用了，也就是说从这到这一段线不接了房主说也可以，要么就把这段线给换掉。那就先换一下线试试，把这一段线换掉。这头用了个护套线和地线绑在这个线头上，然后在这头往外拉，还行，能拉出来。这段线不长，比较幸运能拉过来。我给它穿了一个护套线，看一下老线有没有问题。在中间的位置，线有不绝缘的地方，就像水泡了一样。你看我把这个线皮扒开，看里边什么样。同时氧化很严重，而且还不止一个地方有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它这一块线如果不换的话，迟早还会出问题。这样把所有的插座线恢复，它要换好插座，这个年数太长了。所有电路恢复以后，再来配电箱这测量，测量地线与地线，测量零线与地线，测量火线与地线，都非常好。管里这3根线，红线与地线好，零线与地线好，你好我好他也好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接上电线合闸送电，一切都没问题。好了，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